好，那我们上礼拜最后结束的是在第12页嘛，就是讲说在家户里面使用 Internet 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它的原理是什么？好，那我们现在这个礼拜讲的是另外一个比较常见在家户里面用的 Access Network 啊，就是所谓的第4台网络了哈，英文就是 Cable 的 Network。好，那我们来看图哈。Cable Network 其实跟这个家用的电话线也是非常像的哈，它们的历史缘由也是，因为你必须要有一条线从比如说电信公司的某个地方啊，或者从第4台的分区的这个我们这叫做 Cable 的 Headend 哈，这个地方连接到你家。那虽然说台湾发展第4台还没有很久，其实发展好几十年了哈，但一开始我们是电话线比较多。所以一开始中华电信就决定要涉入这个业务嘛，所以我们就 ADSL 看起来在台湾比较蓬勃的发展。但是像美国这种国家哈，因为当时说你要用，因为美国太地大物博嘛，对不对？太大了，你说每一家要牵一条电话线，那时候就已经不是这么容易了哈。所以那时候美国就会分区啊，比如说这一周啊，这一周怎么样？另外一周怎么样，或者东区、中区、西区类似像这样的。那个时候第4台业者就比较早进入到这个市场，所以第4台业者就比较容易在这种比较大的地方发展。好，那我们去年我们上礼拜有讲过，像现在的非洲地区哈，因为那时候有线的网络哈本来就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他们就直接发展无线网络。哦，这跟地域都有关系哈。那为什么是 cable 赢？那比如说一样是拉一条线。在美国，你拉一条电话线不是跟拉一条 cable 是一样的意思吗？那为什么 cable 比较容易发展呢？我们来看这个 cable 的技术嘛，它比较不一样哈。同样的哈，我们来看这里，一样哈，在彼端哈，那以这个例子来说，就是 cable 的 head end，OK， 就是在相对接的那一端，它一样需要拉一条线啊。从它的这个，比如说区公司啊、分区的公司到你家的家户，所以就是这条最长的绿色这条线哈。那一样的哈，第4台一样有2个业务嘛，第一个要让你上网，第二个要让你看电视，所以一样哈，这会有个 cable 的 splitter 哈。那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cable 的 splitter 跟这个 phone 的 splitter 就不一样啊。我们说缝嘛，里面就有4根芯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很简单用这个电，因为反正金属嘛，因为都是金属嘛，就直接可以把它拆开。但是 cable 比较不一样哈 ，cable 里面呢，我们中文翻译成它是同轴缆，同就是同心圆的同啊，同轴的缆线，它比较粗一点哈。所以你一般一般是长这个样子哈。如果你在右边这个样子。你在你家的第4台啊，你就看墙壁出来的那个第4台的黑色线，它比较粗哈，它就是1进2出。那2出呢一样哈，一边就拿去接电视，啊，一边拿去接电视。可是通常呢，电视呢前面还有一个盒子，啊，就是电视换台的那个盒子啊。因为打电话比较简单嘛，你电话的声音进来，你就接一部电话而已啊，对不对？所以上面的声波就直接接就可以了。可是电视比较不一样啊。一轴进来，然后 splitter 分开之后，过去的那一边呢，必须要接转台器啊，英文叫 tuner 哈。为什么要接转台器呢？因为那个同轴缆线里面，它应该说它 carry 了好几百台的电视频道的讯号，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电视要播哪一台呢？必须要经过一个 tuner， 也就是转台器的那个东西，所以它会先接到你的那个转台器上，然后你再控制说我现在看第1台、第2台、第3台。所以电视比较不一样，那一样 splitter 的另外一边哈，所以 splitter 的另外一边呢，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哈，这样子，这一边呢就是 TV 的讯号 ，TV 的 signal， 但是就是我们刚刚讲哈，通常啊在这边啊需要一个 tuner， 就转台器啦，啊，所以有转台器，那这边就按照原本正常电视该怎么收视就怎么收视，就去做啊。那另外一边呢？一样哈，电视这边的讯号啊，它一样是铜线，对不对？所以它一样需要接一个 modem， 就是上次讲过调制解释器嘛，把 analog 的讯号跟 digital 的讯号能够做一个互相的转换，因为它毕竟一样哈，以前是用
analog 的讯号在传电视的讯号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一样进 cable， 那进 cable 之后，一样这边就是 digital 的世界了，跟 ADSL 的 modem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可以吗？啊，所以这边就是走 internet 的讯号，好吗？啊，上面那个是 tuner， 好，那你可以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这个 cable 的 network 跟我们上礼拜讲 ADSL network 有一个差别，好，来注意看这里，你会发现呢，这一条线啊。怎么好像也接到别人的家里面？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好，接到别人的家里面。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cable 来施工？比如说我现在住文山区哈，然后我 cable 来施工的时候，他是怎么施工呢？他会问你，他会先问一下你的地址，所以他地址之后，他自己后面有 database 可以查说，这附近有没有已经布好的 cable 的线，然后有了之后呢？比如说我住5楼，他怎么接这个线呢？他就说原来你们家2楼也有看同一个系统的 cable， 所以他怎么办呢？他要去2楼啊，把那边的讯号啊做一个分接头出来，那就不是这种1转2这么简单，可能是1转5、1转10的那种头。然后怎么样呢？他去2楼把他的头接在2楼的那个1转10的那个接头上，然后呢直接垂降到5楼去。意思就是说呢。Cable 它的性质跟 ADSL 不一样 ，ADSL 的每一条电话线啊，你就看前面的图，它的每一条线都是独立的，从你家有完整独立的线到这所谓的 Central Office， 就是右边这个 Central Office。可是呢，Cable 的 modem，Cable 的服务不是 ，Cable 的服务是它看附近有哪里有人家已经接好的 ADSL 的对不起 ，Cable 的线。然后呢，就在那边做一个分接头出来之后，就直接拉到你家了。所以 cable network 呢，在这一侧，就是到 cable 的 headend 之前是共享的线路，他就看哪里有线可以接，他就去接，可以吗？这个是 cable 跟 ADSL 最大的差别。好，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为什么phone line 要 dedicated line 就是单独的线？为什么 cable 要用 share 的线？这跟一开始的服务也有关系。你想嘛，你打电话的时候啊，你的声波应该不能跟别人家的家户的声波叠在一起吧？到了笔端之后，它分不开啊，因为声波会叠在一起啊，对不对？啊，声波会叠在一起啊，所以你必须有条单独的线从你家到电信总局。可是 cable 不是 cable 的原本目的是干什么？看电视嘛。好，所以看电视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服务，就是从 cable headend 那边会传电子讯号到家户里面。问你哦，你的第一台跟别人的第一台有没有同一台？有吗？你的第100台是不是也跟别人的第100台是同一台？对啊。所以基本上他们就靠着这种物理，就是铜线啊，全部都搭在一起，没关系，因为讯号从 cable 的 headend 到每一个家户，它的讯号都一模一样，所以他们只要保证讯号没有衰减，那个第一台的内容可以到每一家户就可以了。所以当时他们的决定就是，他们要现在就大家全部都搭在一起啊，像电池那种什么并联串联，全部的线都搭在一起，反正讯号都一样。只要从 cable headend 那边打出来的讯号的强度够强，到每一家那个杂讯还够，那你看电视就不会有问题。杂讯的比就是没有很高，那每一家都可以看到清晰的电视。所以 cable 一开始设计就是这个样子的。好，我们就回来原来那个美国的话题。所以啊，在美国这个这么大的区域里面，你每一家一户要拉一根电话线比较困难。可是你说我拉一根超粗的 cable 在这个小镇上，然后小镇每个人都从中间做一个分接头出来到家里面，是不是看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对吧？所以美国 cable 比较流行，好吗？好，那在这一条这么粗的这个 cable 的线上，我们叫同轴缆线上啊。那当然那个是古老的时候是这样的，现代的区分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说了哈，物理讯号呢可以有不同的频率，我们上面有讲过嘛，在 ADSL 里面呢，
声音走0到4K，因为声音本来就是人的声音哈，跟耳朵哈在2K 赫兹以下，是人耳朵可以听到的，所以我们的声音就在0到4K 传。好，那上面有个 high speed downstream 跟 medium speed 的 upstream， 对不对？就用频率来分。频率的波是可以分开的，比较容易分开哈。那这边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把一个同轴缆线比较粗的，要注意哦，同轴缆线很粗哦，比电话线要粗得多了哈。那上面就可以有比较多不同的分频率的频道，所以这边就是 channels 有9个频道，好，9个频道里面呢有6个频道传我刚刚讲的下传的电视 downstream 的电视内容。但你说这个9个频道好像跟我们讲那个电视有100多个频道不太一样，对，它是不一样的意思。在6个频道、6个 channels 里面，可以塞很多很多的电视节目的频道。他们是用一些压缩的演算法，还有 encoding 的演算法，把东西全部塞在这6个 channels 里面，好吗？好，那7跟8呢，就来传 data， 也就是上传跟下载的东西。然后第9个频道呢，是一些control 的频道。这个我们就不谈了哈，好吗？所以这边很明显看到 video 1到6它的频率比较小，比较小嘛，比较松散嘛。这边的频率比较大，频率比较紧哈。那不过这个不需要特别把它记起来，对。好，所以我们来看 cable 的 modem 哈。那既然 cable splitter 长那个样子，那 cable 的 modem 显然就是吃，所以你看，像这个就比较好一点哈。所以你看 ，cable 的 modem 吃什么？它最上面那一条线是吃同轴缆线，是圆形的啊。你回去看你家第4台背后的那个线是圆形的，就不是吃电话线哦。电话线还记得吗 ？RJ11 的4根线，那上面的那4个有没有？上面那4个就是已经是数位的世界接以太网路，我们待会会讲，可以吗？通常是这个样子的啦。好，那。下面就讲了，下面必须做一个所谓的 frequency 的 division， 不过这就是电机系帮我们做的事情啊，它可以做一些晶片出来，帮我们把不同频率的 signal 把它滤出来啊，就是 frequency division 的 multiplexing 就是多工的意思嘛，多工 division 就是分开，就是分频，所以这就是分频的多工啊，会有一个晶片啊，所以不同的 channel 可以 transmit different 的 frequency band， 好吗？那里面可以传不同的资料啊，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 cable 后面还有哈。好，那我们来看哦，来看左边 ，data 跟 TV 是 transmit at different frequency over， 所以这很重要，红色字 shared cable distribution network， 所以它在distribute 就是它在分送它的东西的时候是一个 shared line， 然后 among 所有的家户，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什么？看第4台业者的良心。也就是说，他拉一条这个主线过来的时候，到一个社区的时候，到底有多少家户一起 share 这个 line？ 所以想的没有错，当你在上传或是下载 Internet 上的东西的时候，现在我们就不论那个第4台的内容哈，电视的内容是只有下载，而且是每一届家户都 share 同样的东西。可是当你要上传东西，或者是你要下载东西的时候，没有错，就是这一些家户，如果你是 share 同一个这个中间这条线的话，你们是共享这个频宽，也就是说 ，ADSL 对不起 ，Cable Modem 它比较容易出现在晚上尖峰的时期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你家的网络比较慢。那你家网络比较慢的有一个原因是，它离开你家之后，要跟你家附近所有的邻居去 share 这条线到 Cable 的 header。好，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4台的网络比较便宜，第4台网络大概在400块到500块左右，但是 ADSL 或是光世代大概在900到1000左右，它们差别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我晚上要打电动，我的反应要很快，我不能跟隔壁在下载，比如说在看 Netflix， 每一家都在看 Netflix， 所以每一家都大量的使用下传的那个 channel 里面下载影片。可是我现在要打电动啊，我也要下传，我也要上载东西啊，你有可能就 suffer from 这件事情就不好了啊。那同样的哈，在内侧啊，也就是说笔端内侧一样有一个所谓的 multiplexing 的东西，叫做 CMTS 啊，我从来没有把它记起来哈。Cable Modem 的 Termination System， 也就是说那边一样要把 analog 跟 digital 的讯号做个交换，因为它这边没有写了哈，往
analog 那边就是电视讯号还是照样要传嘛，对不对？那这一边呢，就是该把 upstream 跟 downstream， 就是要去 internet 的东西要转到那边的 router， 那后面就有 ISP。这就是为什么第四台业者，我们在上礼拜看到也会兼做 ISP 的业务，它可能是不同的子公司或同一个公司，就同时经营的第四台业务跟 ISP 业务，好吗？好，所以你们要思考的是右上角那个问题哈，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你们家附近有多少人去共享这个 single 的 cable line？ 你大概都不知道，第四台业者也不会告诉你，对吧？好，那我们现在比较先进一点点哈，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同轴缆线啊，不是纯粹的同轴缆线，同轴缆线的英文就是那个字 coax， 就是同轴缆线的意思。现在比较新式的同轴缆线都是所谓的 HFC 啊，也就是 hybrid 的 fiber coax。那同样的哈，它是 asymmetric 的 cable modem 啊，它会把upstream 跟 downstream 把它切开来。好啦，那 downstream 比较简单啊 ，downstream 就是所有人要下载的东西嘛，对不对？好，那上传呢？你要知道以前的 cable 不是为了看第四台吗？第四台就是电视讯号，对不对？电视讯号只要下传就好啦。可是现在，如果你想用第四台的 cable 做上传的动作的时候，以前怎么办？以前很笨哦。以前呢，如果你的第四台，我说的以前大概在30年前吧，好 ，cable 可能有到你家，可是里面东西只能做下传，所以那时候你要另外再拉一条电话线跟着你的同轴缆线。你要下载资料的时候，你就用同轴缆。你要上传的时候，因为以前的铜线本来就没有做那个设计，同轴缆线没有做那个设计，所以需要一根额外电话线帮你做上传。那这个时候你就想啊，那下载的时候是用那根同轴的线，好，所以有个问题咯。当你家有一笔资料要下载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子下载下来吗？当然，可是我们说铜线都是搭在一起的啊，那你的东西不就也会去到别人的家里吗？我说的是 Internet 下载的数据哦，不是电视哦，答案是对的。所以你会觉得非常怪，就是你在这边做 Internet 的东西，然后要下载，啊，在那个同轴缆线里面。可是同轴缆线的特色是下载就是全部人 share 嘛，对不对？所以你的 downstream 的东西是会到别人家里面去的。只是别人家的 modem 会知道这个东西不是给他的，所以他们在 modem 那个地方就会把那个downstream的东西把它挡掉，就是一个很诡异的设计。所以，可是这些诡异的设计都是其来有自的，就是因为它是继承第四台看电视的这个东西啊，所以第四台其实是一个蛮混合的东西，不过他们也有在改进啊。来，所以 Homes 会 share 这个 access network to cable 的 head end。Every packet sent by the head end travel downstream on every link to every home。就我刚刚讲那个。你的每一个下载的资料全部会 travel from head end 到 every home， 好吗？好，那 unlike DSL 它不是 dedicated access to central office， 不是有单独的线路到这里，可以吗？好，这个要特别把它记下来哈。Cable 就有这个 share 的特性，但是 DSL 没有啊。其来原因是来自于他们过去一个是 phone 版就 dedicated， 对不对？然后另外是第四台，好，电视版就是 share， 好吗？好，那一旦我们东西不管你是经由什么技术到了家里面之后，那接下来家里面是怎么样子呢？这里会做简单的介绍，详细的介绍会在后面的章节。那我这边讲课本画的东西画的不太好啊，所以我们通常会这样子画哈。通常的东西就是不管你是经由 ADSL 还是经由 cable 到家里面之后。那家里面的下一步是什么？就是把那些低渠头的讯号跟 download 的讯号能够做个整合嘛，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放 modem， 对不对？可是现在的 modem 我们讲过了，有时候 splitter 是直接做在里面的啊，不管是 phone splitter 还是 cable splitter， 有时候呢，这个 modem 不是只有做 modem， 它里面还装了一个 router 啊，或者装了一个 switch 啊，就是你可以分接出来很多不同的以太网络，所以通常这个会是一个完整的 box。在实际上你买到的产品，或者它工程师带给的产品这个样子。好，那一旦进到家里面之后呢，我们再画一个哈，有的时候甚至连这个都是同一个。所以呢，你通常买那个产品的时候啊，他就跟你说，
你用我们的 Address 服务或是 Cable 服务，我们会送你一个什么呢？我们会送你一个 WiFi 的 router。那其实这个 WiFi router 里面有什么？里面有 WiFi， 有 router， 还有 modem。就是它，你知道吗？总是一个机器全部整合在一起会比较好嘛，然后就不用麻烦，好，通常会整合。那这所谓的 WiFi router 加 modem 什么 modem 我刚刚讲过，对不对？那 router 呢 ？router 呢这边就肩负起一个但是我必须讲哈，通常他会说他送你一个 WiFi 的 router， 可他送你的，如果我们看到后面，等一下看到第3章第4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送你的其实根本就不是 router， 他送你的不是 router， 他送你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只是他会用，因为 router 这个词汇可能大家就算不是很熟悉的话，不是熟悉这些 terminology 的话，你或许也听过，像我们课本第1章就有教你什么 router， 但实际上他送你的不是 router， 详细我们以后会再讲。也就是说呢，你这边可以生出多个线路，我们比如说像这样子的，你看嘛，它左边就会有4个当然是写蓝色的它是蓝色的孔，那这4个呢就可以接有线的网路你会觉得这个好像叫 router， 但其实这个不叫 router 我们以后会讲那另外一个是呢，当然这些产品呢还会有2根天线嘛，4根天线，好吧，6根天线，8根天线，就是说它送你无线的网路，也就是说呢，到你的家户里面之后，这个整合的机器呢，可以提供你有线的 Ethernet， 就是以太网路你应该听过这个字。另外就是提供你无线的 WiFi， 所以你在家户里面的 devices，wireless 的或 wired 的都可以经由有线或是无线 connect 上这个 WiFi router， 实际上不是 router 再讲一遍connect 上这个 modem， 然后这个 modem 就会帮你把线路往外传到 cable 或者是 ADSL， 然后到 Internet 上面去这是所谓的家用的网络。那一般来说呢，你一定看过那样子的机械，像这个也是这个上面虽然没有天线，但里面有天线虽然上面看起来没有以太网路孔，但是它后面应该都是有以太网路孔，你还是一样可以接有线的东西上去那一般来说呢，现在的 wireless 这你看课本就比较旧了一般的 wireless 那为什么叫做 WiFi 呢？它明明就叫 wireless network，WiFi 是商标的名字，可以吗？就是 WiFi 的这个联盟，它去注册了一个商标，这个商标就叫做 WiFi。所以 WiFi 是商标的名字那 WiFi 就一样分随着时代的演进，有分很多不同的种，不同的应该说不同的代第1代、第2代这样子。很早以前的 WiFi。最早只有1 megabits per second， 然后再进步到什么1154100多然后到现在这边有个54到现在最厉害的最新一代的 WiFi 已经到第6代了，它可以支援上千 megabits per second 的传输速率。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到？就是做物理的人、做电机的人、做晶片的人他们的努力，所以使得现在我们可以用，你看。几乎是1000倍的对，最早期就1 megabit per second， 现在有上千倍的 wireless。那同样的在 wire 的这一端在 wire 的这一端，最早期也是近乎就是1 megabit per second 的以太网路了，然后到下一步是10、100、1000，到现在有10 gigabit， 现在最多已经有10 gigabit per second 的 wire 的以太网路这些我们后面都会教这些我们后面都会教好吗？我们就到这里喽。好，那这个上面我们讲过了嘛FTTH 就是 Fiber to the Home， 就是外面的连接的这个线路到你家 Home 到你家的墙壁那 FTTB 就是 Fiber to the Building 就到你们家的地下室都是光纤，可是你们家里面怎么弄就不一定光是在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过了好，那下面这个也是RJ11 就是电话线的接头，4个新的。RJ45 呢是以太网路的接头，它是8根新的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所以就是RJ45 你就可以在网上找到这种这个你们应该都看过了吧网络的接头里面是8根芯那8根芯呢，实际上用以太网路只要其中的4根就可以了，另外4根是冗余的那这8根芯它们上面都有颜色所以这边刚刚有看到一个有颜色的在这里。
还有2种接法哈，上面那个叫做 586A 是另外一种接法，下面这 586B 是另外一种接法。你看哦，上面是不是？你看 A 就好了哈，看 586A 啊，它是不是有8根颜色？白、绿、绿、白、橘、蓝、蓝、白、咖啡、橘、白、咖啡、咖啡，它是有一个特别的顺序，所以你把那个，如果你有个以太网线，你不要，你把它剪断，把里面拨开来看，就是8根线，上面一定就是这8个不同的颜色。这8个不同的颜色一定要在这8个不同的位置，你的网络才会通。可是你注意看到哦，这里面是不是只有右边不是有写吗？只有4个地方有写字，好吗？1、2、3、6，就是实际上 Ethernet 在跑的时候，只要4根线就可以通了，啊，只要4根线就可以通了。好，那586B 呢是另外一种接法，这个我们以后再讲，好，另外一种再讲。啊，所以你看，所有的人都会跟你讲这个线。那通常这个我们所谓的网络水电工啊，好，就是去帮人家修网络的，会内心的把这8个颜色的顺序把它背下来，啊，因为这个是真实要用到的东西啊。好了，那这就是所谓的 RJ11，就是那个接头是4个的，RJ45就是8根接头的，是以太网络专用的哈。好，那我们刚刚讲是家户嘛，对不对？那是 Enterprise Network 呢 ？Enterprise Network 通常是这个样子的哈，通常是以台湾的来说，应该就是一般的公司行号会用，或者是学校会用，其实已经很少有其他的东西会用哈。那他们是怎么办的？怎么做的呢？他们是直接叫 ISP 说，我这里有一个超大的这个organization， 那我想要接 Internet， 所以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这里来。在机关单位里面就直接建一个 router， 我们不是说吗？每一个网路嘛，要网网相连，中间都要接 router 嘛，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比如说刚刚那个 cable 的 modem 或者 ADS 的 modem， 里面有 router 吗？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实际上我们通常我们家里是不会有 router 的，啊，家里通常是不会有 router 的。可是因为我们是家户嘛，如果是这种 enterprise network， 通常就是说，好吧，我后端的网络可能有几千台机器，我已经够大了，那么我就在我的接出口的地方买一台 router 进来，然后请 ISP 的业者来跟我说设定我怎么样跟 ISP 的业者网网相连，好，所以通常是这个样子的，好吗？那你说公司可能比较不熟，那学校里面呢？对，没有错，学校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学校里面通常是区分几个不同的小单位，比如说资管系是一个小单位，好，那资管系有一个出口就有个 router 啊。那商院不是一个还蛮大，那里面肯定有好几百台、好几千台机器嘛。所以商院的，比如说每个教室，或是每一个系所，或是每一个中心，可能他们都自成一个小网路啊。然后呢，他们的出口就有 router， 然后呢，商院就会统合，商院的电话中心就会统合商院里面所有的 router 网网相连起来，然后呢，再通到计算机中心。计算机中心呢，会把全校所有的 routers 集结起来。然后出口出去，再跟谁相连呢？再跟教育部相连。然后教育部呢，再集结了所有全台湾的大学、中学、小学，然后相连。然后呢，再搭到 Internet 上面去。就是整个教育的网路也是这样子，网网相连，一个一个把它叠带在一起。好，那通常这样的就没有所谓什么 ADSL modem 或是什么。cable modem 没有这回事，我们就直接买 router， 然后跟别人的 router 连在一起。那所谓别人的 router 就是跟一些 ISP 业者签一些合约啊，买一些线路嘛。那 typically 就是在campus 里面company 啊 university 里面啊。那因为中间都是大致上都是你说你现在这边看的是什么10 megabit per second 100，那是比较早期的哈。全台湾的学术网络人大部分都是用光纤的哈，所以就动辄起跳就是1 gigabit per second 或10 gigabit per second 的光纤网络，好，把大家全部串联在一起，好吗？好哈，那这个 Ethernet switch 这个东西我们以后再讲，我们现在讲的有点太早了哈，好吗？好，那这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想法啊，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我什么时候要用有线网络，什么时候要用无线网络啊？那比较早期的说法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想要那个网络是独立的啊，你要注意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哈。如果你拿一条以太网路线，我刚刚讲 RJ45线插在你的 notebook 上面，
然后插在你公司的公司可能就有个口可以插。那你要想这一条线路是你独占的我们现在我们的思维就跟刚刚的 cable 跟 edge 是一样的，这条线路是你独占的，所以你用这条线路起码传到第一站那个盒子的时候是你独占的那如果你用无线网路，像现在我们教室像这个样子，你要想就是电磁波嘛，你想现在这个教室里面有多少台电脑，就好歹也有个什么20台、30台以上。这20-30台用的那个无线电波就是 radio frequency 的讯号，跟那一台不是要相连吗？我们用的讯号基本上是同一个讯号，所以这些讯号会在这个中间这个空气其实是真空了打架。还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讲话。你们每一个人如果现在都大声讲话的话，我会听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用同一个媒介，就是现在你看到这个空气这不是空气就这个空间来做传递。你们只要每一个人都讲话，我一定都听不到你们在讲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无线网络的机器跟你的 notebook 就必须要协调一个 protocol。我们不是讲吗？打旗语也是嘛，同时有8个人在打旗语，你眼睛要看哪一个？对不对？你可能看不来嘛，所以你一定是协调说，1号的水兵你先打旗语，你打完之后换2号水兵打，然后就打到8号。那接收的人才有办法用眼睛认真的看。所以无线网络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同一个 media， 在传无线的这个 frequency 的这些讯号，所以这些 notebook， 你现在看到这桌上这些 notebook 就要轮流的排队，只是怎么排的，我们好像第7章和第8章会讲吧，我们讲排队怎么排，大家都可以顺畅的传。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体验到，原来在 share 的 media 里面，大家要传东西就得排队，就要有 protocol， 就要等。可是如果那条线是 dedicate 你在用的，你就不用，你爱用的时候就用，你不用就不用。可是成本会比较高，因为你必须拉很多条线。比方说，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就是你们每一个人的座位上都有一个网络的插口，那网络插口每一个就开始拉线接到那一台上面去。可是你就知道这样成本会很高所以不如用无线吧，而且无线可以移动在早期的思维是，如果你要传输比较稳定，不要抢，然后速度要比较高，你就用以太网络。因为以太网络刚刚说嘛，在传统最不济上还有100 megabit per second， 对不对？可是你刚刚看到课本上写说，比较好一点的无线网络是多少？是54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要专用又要快，就用有线网络。可是我必须要讲，以现在已经再过了3-4年，对不对？这个已经上升到好几百，比如说700多，一直到比如说1200。所以现在的思路反而已经倒过来，就是科技已经改变了这个思路。也就是说，现在哪个公司还在布有线网络吗？无线网络比有线网络快12倍，对不对？100跟1200，那就算大家要排队，算了，就去排队吧。1200很快耶，对不对？所以现在的思路会变成是，因为那些无线的晶片已经在进步了，现在思路就是没有人再布有线网络了啦，而且有线网络布起来还比较慢。好了不起说好，那我不要，我现在有线网络已经到1 gigabit per second 了，对不对？那你知道用比1 gigabit per second 的线路，你的网路线要换，你那个盒子要换，你的电脑的这个出口要换，才能用1000 gigabit per second。那可是你的出厂的无线网络，现在大家出厂无线网络都已经是第6代的无线网络或第5代了嘛，轻松就破上千 megabit per second。好，所以就是大家有在进步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无线网，要注意看标题这个是无线网络这件事情无线网络就刚刚讲，它有个缺陷 ，frequency 必须是 share， 所以是 share wireless access network connected to end system to router， 对不对？好，那无线网络像上面这个我们不是说无线网络，我们叫 WiFi 的机器或者 WiFi 的 router 或是 WiFi 的什么东西吗？好，实际上它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就是这个叫做 base station。base station 很简单，它就叫做基地台嘛。你看，你注意看它的中文、英文是不是叫基地台 ？base 不就是基地嘛 ，station 不是台嘛，基地台嘛。那我们通常在 standard 里面描述它就叫做 access point， 或者你看叫做 AP， 简写就叫 AP。
所以我们通常讲话就是，哎，你这个无线的 AP 啊，你人家 AP 什么牌子的啊？你这 AP 跑什么 protocol 啊？这 AP 是速度是多快呀？我们比较少用基地台这个字，我们比较常用 access point 这个字。我们通常会做这个分野的时候，基地台指的是3G、4G、5G 的那个，我们就会比较常用基地台这个字，我们就不会说那个叫 AP。我们在 WiFi 里面这个我们就会叫做 AP 哈，这是词汇的使用啊。好。那 wireless 的 network， 你想啊，那就比较方便嘛，好，课本写的时候 wireless 的速度比较慢，现在的时候 wireless 速度比较快，好，所以来看 wireless 的 network 哈，叫 wireless 的 LAN 这个字啊，课本没有写啊 ，local area network， 啊，简称叫做 LAN， 也就是一小群人啊。这集中起来成为一个网络，就是以这个例子来说，就是蓝色的家户里面就是一个 LAN， 只是这个 LAN 的技术是由无线在支撑的，所以叫 wireless 的 LAN， 好吗？好，那一般来说，我们用的这种 WiFi 技术，大概在100英尺，也就是大概在30公尺之内都能够通的。但你说我买什么超厉害的天线啊，什么8根天线、10根天线啊，然后很长很粗的那种，怎么可以传超过100公尺？那是另外一回事哦。一般来说，在家户里面使用的 wireless LAN 就是 WiFi 的机器，大概在30公尺之内。可是这30公尺指的是空旷区域的100 feet。你只要有一堵墙就会衰减，有一个镜子就会反射等等之类，就跟电磁波所有的讯号是一样的啊。好，那在课本写的时候呢，我们家用的 wireless 啊，就 WiFi 这个字啊，它有一个编号叫 802.11。所以你以后看到802.11这个字，表示指的是我们在家里面使用的这个一般的 WiFi 这个技术。802.11呢有很多不同代的演进，所以这边就会用英文数字后面做一个代称。最早叫 802.11b， 还有 802.11a。802.11b 最烂就是1 megabit per second 啊，不之后有做到11哈。802.11a 有做到54， 802.11g 也是54吧。那 N 就300多了哈，那课本上当然没有写。现在最厉害的是什么？802.11，还有 AC， 现在还有 AX， 上面是通常是 BGN 的哈，后面那个 A， 他们都是在不同的时代，在两三年就出做晶片的人，做资工系，做这个 encoding， 就是做这个编码的人。他们做出了更新的演算法，做出更好的晶片，突破了更好的物理限制之后做出来的晶片所以我们要哪里去看呢？这种晶片的技术呢，就是电商网站它是路由器是 router/AP 嘛，对不对？也就是说是 AP。那下面就看呢，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卖什么 ABG 系列的这边都是 N 系列起跳的，有没有 ？N 系列下面是 AC 系列，下面是 X 系列的那因为以前数字比较少嘛 ，ABG 嘛，对不对？可是现在又多了一个 NACX， 然后你想当然，过2-3年之后又会有更新的晶片出来了大家WiFi 这个联盟为了怕大家记不得，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一个很直觉的策略就是以后就没有什么 AC、AX 这种，以后就直接有个数字了所以你看 AC 后面是不是写 WiFi5？AX 后面是不是写 WiFi6？它是今年才编的所以 AC 出来的时候就叫 AC， 但今年就故意把它编成 WiFi6。那 N 系列就追溯叫 WiFi4， 所以上面还有什么 ABG 嘛，就是 WiFi 123。这是后来才追溯的但是没有关系，你以后就看到，现在通常你在市面上你就会看到，我是一个 WiFi6的机器，它就指的是你的 AX 系列。那下面是不是有一团股的数字？有没有？所以注意看 N N 旁边是不是写的 N150？ 也就是说，它使用的晶片是可以提供150 megabit per second 的速度，然后再是300，再是450，然后再是900。所以 AC 系列呢，起跳就是600啦，750、1200、1300到5400、7200都有。那 AX 系列就更厉害了，起跳就是1500了，到11000都有。那他们这个我们以后再讲好了，然后这个技术再讲上去要讲很久那你就知道，所以如果你在家里，你想要在家里享受能够比你光纤那种什么1 gigabit per second、10 gigabit per second 的速度呢，你就可以去官网商场或者 PC Home 上买一个
WiFi 6，也就是802.11ax 的机器，在家里就可以享受超高速的网络啊。但是仅止于家里嘛，因为你知道，你要离开你家的时候，去到 Internet， 你还是要买 ADSL 或是买 cable。那你跟 ADSL 的厂商、cable 厂商买多少，出去就有一个瓶颈，一个 bottleneck 啊，就会塞东西就会塞在那边。但起码你在家里做分享，比如说你要移动一个档案，从 APC 移到 BPC， 你就可以享受到上兆啊。Giga 就是兆啊，上兆的这个bit per second 这个网络速度啊，在家里自己做建设就可以了哈。好，那这个是我们在家务里面所谓比较短程的 wireless network， 比较长程的 wireless network 就像3G、4G、5G 那样子哈。你可以上网去查，比如说中华电信在台北市建多少个基地台啊，多少个基地台啊？所以这边就想啦，通常在 telecom 啊，那个字要记得哈 ，TLCO telecom。电信公司呢，会建所谓的蜂巢式网络，蜂巢就真的是那个蜂巢，就是蜜蜂的那个蜂巢式网络。为什么叫蜂巢式网络呢？就放大一点吧哈，你们去看哈。通常啊，我们说嘛，因为电磁波它打出来应该是无方向性的哈，所以呢，你如果在这边建了一个基地台，我们通常就是画一个这样子啊，它能够传送的范围应该是它一个圆的半径，啊，一个圆的半径。那这里有说啦，在10公里这个 level， 可是通常10公里这个 level 只是 spec 上讲的，通常在都会区域里，我们会让这个基地台只负责附近2公里、3公里左右的一个范围的一个区域就好了，啊，功率不会打这么强，啊，功率不会打这么强。那另外一台怎么办呢？那另外一台当然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啊。基地台啊，然后大概在自己负责一个1-2公里的一个范围这样子，然后基地台，啊，大概是这样。那为什么叫蜂巢呢？因为实际上他们的，你注意看啊，你就这样圈圈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实际上他们的服务范围就有点像蜂蜜的巢这样子，对不对？给它怎么画？这样。画的不是很好，就像这样子，所以他们叫做蜂巢式网络。所以你的手机呀，才叫做 cell phone。cell 就是细胞的那个 cell， 就是一格一格的 cell 的意思啊，知道哈？这 cell phone 的 cell 是这个意思哈。那当然这个课本是旧了哈，1到10 Mbps 不是，这时候你就去看嘛，你去4G、5G 的网络，比如说我们去。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附注吧。受限于无线传输的特性啊，我们这个行动的通讯网络实际的连线速度呢，会因为你的地点，比如说你在很拥挤的地方，然后基地台没有很多，所以你连不上基地台啊。地形遮蔽物，比如说你在房子的后面，那基地台刚好在房子的另外一边啊。使用终端设备就是你的手机啦，你的手机有4G 的手机、5G 的手机，那里面的天线跟晶片是不一样的哈。使用人数。大家知道嘛？跨年的时候，在那个101附近啊，你通常会打不出电话，为什么？因为那附近的基地台原本就这么多，你现在突然涌入了好几万人，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有带手机，每个人手机都想要连上基地台。那你知道我们刚刚讲嘛？无线网络是需要排队的，那你可能排不上你，或者要等很久，那就有问题。所以通常在跨年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各家电信业者都会派自己的行动基地台，是一台卡车，然后去到当地，然后找到他们的光化箱在哪里，然后在那个基地台后面就直接插光纤进他们的箱子里面，然后打4G、5G 的网络出来，让你那好像多增加一台基地台可以用啊，他们通常会这样子啊。好，距离基地台的远近，因为光嘛，电磁波嘛，它传递是会有衰减的。好，所以你越远，离基地台越远，你能够收到讯号就越弱，好吗？客户的移动速度，这指的是，比如说你在高铁上就比较不容易收到讯号，为什么？因为你要想啊，我们用这个图哈，你要想，如果我们在台湾里，在高铁站附近建设的基地台也是这样子 cell 形状的，可是你要想啊，你是一台高铁，对不对？所以你可能会很快速的以3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移动，穿过这些基地台，
所以你的手机啊会不断的在基地台之间做切换，对吧？它一下连到右边这个嘛，然后等下移到左边的这个。它在快速切换的时候，你想啊，这个圈圈呢，我刚刚讲的，理论上是10公里，但是台湾不会这样做哈，因为台湾人太多了哈，所以理论上可能是2公里、1公里之内就会有一个基地台，所以你就算一下，你每秒对不对？每小时300公里，所以你穿过一台基地台的速度可能就是几秒，对吧？几秒就会穿过基地台，所以你的手机啊才正连上前一个基地台，然后你马上就开走了，你又要赶快让你的手机连到下一个基地台。那你要想，你的手机不断的在这个地方做，我们这有特别的英文字哈，叫做 hand off。hand off 中文就是换手的意思嘛，好，就是它一下接到这个，然后一下接到那个，又接到下一个。你光在这边做这些换手的动作，都要花时间，来不及了。你怎么可能有办法有稳定的通讯，让你在高铁上能够做 communicate， 就是做那种4G、5G 的通讯移动？移动的速度，其他环境所的差异，所使用的地方没有办法支援4G 的网络哈，会变成3G 的。然后移动的速度可能会降低。此外，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让我人数太多造成拥塞的时候，可能暂时会讯号无法连线，就像101那样子哈。在室内使用的时候，因为遮蔽的关系跟状况的影响，收讯品质会不如室外，甚至收不到讯号。就是你在用无线网络的时候，都要考量这些事情啊，都要考量这些事情。好，所以这边就有跟你讲啦，4G 跟5G 的速度可以做的事情哈。4G 啊，我们看左边，4G 呢，每一个人可以就是分到一个基地台嘛，下面可能100个人都连上去嘛，对不对？可以分到频宽呢，基本上是5 Mbps 起跳到10到21，500就天方夜谭了，不要看了哈，最多到21了啊，大致上最多到21。那这个分配是由谁分配呢？是由基地台分配的，所以不是你的手机越好你就可以上网越快，不是，是根据你买的资费，还有那台基地台的就是背后买的那些晶片啊，做的天线之类的哈。那这边就跟你讲啊，在21 Mbps 附近能够看的大概就传文字啊，浏览一下 FB 啊、IG 啊，看一些720p 高画质的影片。这个我们以后会教你怎么算啊，这个我们教你怎么算。那5G 就不一样啊，5G 什么时候做的呢？去年底的时候台湾刚发标出去嘛，好，所以每一个 ISP 都有去买一些5G 的设备跟频段，它那些晶片能够做到500 Mbps 到950 Mbps 这种速度，你看就已经跟室内的 WiFi 已经几乎要差不多了。可是你要想，室内的 WiFi 只有你家的人有密码才能用，室外的5G 你要想啊，那个 cell 可能要服务好几百个人呐，所以是有可能大家一起 share 那个嘛，对不对？你一个人用。因为现在5G 的基地台不多，有5G 手机的人也不多，所以很有可能在那个基地台里面，就只有你一个人有5G 的手机，然后连得上5G 的天线，所以有可能你一个人可以直接独享950 Mbps 的网络传输速度。那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在今年或是明年，越来越多人换手机换成5G 的手机之后，就跟以前4G 一样哦，你就不可能一个人独享950 Mbps。好，那950可以做的事情就很多了哈，下面你自己看哈。好啊，所以你看，台湾之星4G 99，可是它给你什么？它只给你3 Mbps。如果你399，它可以你用5 Mbps 吃到饱。如果你缴799，4G 完全不限网速，5G 有用到才付钱。你看，就是台湾之星比较透明一点嘛，哈，因为它比较网络 base 的公司哈。我知道中华电信一般来说是有给到21啦，有给到21啦，啊。